文静道人瞥了眼不远处的青年道者，淡定地收回目光，嘴角勾勒出几分迷人的微笑。随之文静道人又略微的皱眉，开始担心自己的下家这一次会不会失策。他并不愿看到自己今后效忠的对象吃瘪，那会让他感觉自己投靠错了人。西方教动用的暗藏高手比文静道人所想多了数倍。他这一路是进攻南海龙宫的6路兵马之一，汇聚了他2万族人、6000傀儡、6万深海妖兵以及2万杂牌军。这般阵仗，若是西方教圣人弟子在暗中出手，南海龙宫估计会死伤惨重。虽说4海龙宫之中，南海龙宫的实力排在第2，高手众多，但是文静道人的视线余光扫了眼身后，眉头越皱越深。这一次西方教拿出来的高手却当真也不算少。文静道人与隔壁这只金蝉一样，只是在西方2位圣人尚未成圣时就被捉住的。他对西方教暗中的势力倒是了解颇多，很多高手还是经他算计投入了西方教麾下。上古巫妖大战末期，一大批妖族被西方教2位圣人老爷暗中扣住，送去了3000世界中培养，将他们化作了一份战力。深海妖族也在上古末期经文静道人等暗中围剿，最后彻底投靠了西方教。而像他这般洪荒凶兽出身的凶恶高手，西方教这些年暗戳戳地收集了不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6圣掌管天地，道门势大，人族崛起，人族得天道庇佑，人族之外的生灵的生存空间越发狭小。而像文静道人这般的凶兽本身就是人人喊打的对象，道门瞧不上这一份战力，道门圣人弟子遇到凶兽也都会立刻替天行道，将这些凶兽除掉，天道通常还会降下功德。所以呢，西方教收编他们这些凶兽、妖兽或是业障缠身的高手时，简直不要太轻松。凡事有利就有弊，也正因此，那朵12品金莲早已经不堪重负，镇压气运的效果会越来越差。哼，大概不会有人相信，像本女王这般，远古时在血海也曾得功德护身吧。文静道人念及于此，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和惆怅。女王也有心酸泪，狠人也有无奈时。他行走在暗中，见证了几个时代的落幕。随着天道不断完善，天地间渐渐没有了他的容身之所。像他这般的凶兽，在远古末期大多已经逃入了混沌海中。但是文静道人不甘不愿，他带着族人离开血海之后，就想在犀牛贺州搞一个容身之所，然后就成了圈养文。本来呢，文静道人以为自己会一条路走到底，但是人教这2个字毫无征兆的意外的闯入了他已经无比枯燥的生活。那个没有名字的男人很强，很吓人，在玄妙之境与他隔着水幕一见，那股恐惧，那些惧怕感，让文静道人找回了他还是一只懵懂小蚊子时的青春记忆。远古时期，在血海中，他就是在这种恐惧中一步一步成长，一步一步变强的呀。他真的想象不到，如果自己能待在这么强大的男人身旁，那该是何等的不安，何等的刺激。他都已经迫不及待了，盼着自己能够离开西方教，去为人教效命，从而正式见那个男人一面。更何况人教不只是这个大法师，还有那个小法师也是那般有趣。前者凭的是道境，是实力，让他直接恐惧；后者凭的是心机，是神秘，让他走了走程序，同样也产生了一些惧怕。文静道人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让那个6翅金蝉以及后方海水中泡着的众高手齐齐打了一个冷颤。
突然间，一缕金光落在了文静道人的身上，其内道韵一闪而没。文静道人得意地看了眼六尺金蝉，经过神通加持，被人听后便忘的嗓音传入身后各处。出发，今日血洗南海龙宫。随之他的身形缓缓向前，并且开始渐渐加速，用自身的神通维持着自己与身后大军的隐蔽性。他背后的那一道道黑影贴着海底迅速跟上，片刻之后，这一股大军化作了汹涌暗流，朝着南海龙宫袭杀而去。半个时辰后，南海龙宫外围西北南3个方向同时发现了大批强敌靠近，龙宫应对十分迅速，海中战鼓轰鸣，一队队先骄兵海族精锐迅速朝南海龙宫收缩防御阵势。南海深处掀起了数百丈高的滔天巨浪，方圆万里，乌云密布，海底数十上百万生灵即将展开一场厮杀。而离着南海龙宫不远，几处海底石缝中，几只纸人探了一个头，随之就缩回了藏身之地。来了。东海龙宫角落，另一处无人的偏殿中，李长寿睁开双眼。正在一旁打盹儿的青年道者立刻睁开双眼，大法师正襟危坐，露出了儒雅的笑容，掐指一算，缓缓点头，也露出了正色。大法师缓声道：海灵之劫啊。李长寿也是缓缓点头，神情凝重。虽然海仙的死伤海族的生灵死伤与他无关，但是身为生灵也应该有一点同理心。此刻他们2个人已经换了一个地方，此时还有半天就是敖乙大婚正式开始之时。至于为什么换地方，说起来也有些尴尬。几个时辰前啊，龙母带着几名龙女去那暖阁之中铺床，虽然说凭大法师的本领以及借来的太极图威能，自可以让龙族发现不到他们的踪迹，但是一群龙女们莺莺燕燕，婀娜多姿，口中还说着那些与洞房花烛有关的话，哎呦，这太臊人了。大法师听上几句，就带上李长寿顺走了那一面水晶镜跑了。他们换了一个僻静之地，大法师还在此地做了少许的布置。大法师可以没事儿打个盹儿，李长寿却是费心费力的，一面监察着龙宫各处，一面搜寻着有可能藏在众宾客中的奸细。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长寿还真就找到了2名神态有些反常的天仙。可惜了，这2个人呢，一个是因为喝的某种仙酿太多了，道躯出现了一丢丢的问题。这让李长寿想起了那一年自己被九巫师伯坑到了东海龙宫大会上的情形。当时大海的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长寿，一旁大法师开口问道：对生灵生死你如何看？李长寿想了想，总不能回答坐着看吧。知道大法师是在考教自己的心性，李长寿在逼格与浅薄之间找了一个合适的度，扯了一些真灵轮回的道理，论证了一下天地与生灵的共存互伤辩证关系。大法师很快就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像这种程度的报告，李长寿现如今一天能写个6、7篇都不带重样的，反正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嘛。与大法师扯了片刻，东海龙宫之中才有将领匆匆赶到了龙王身侧，在龙王耳旁低声说了几句。大胆！东海龙王身旁的一名龙首老者低喝一声，骂道：这深海妖族不知好歹，竟敢趁我龙族大婚之日袭击南海龙宫，陛下还请下令让我等去灭杀宵小。此时距离敖乙殿下大婚还有半日，足可往返。龙王闻言缓缓点头，无精打采地道了一句：可多带些兵马前去驰援南海龙宫。龙王只是简单地下了一个命令，在场立刻就有2/3的龙族高手站了起来，在几名龙首老者的率领之下，
匆匆从大殿侧旁的偏门走出。见这般情形，此地的宾客自然知晓龙族应该是早有准备。不多时，东海龙宫之处飞出了上千条苍龙，带着阵阵龙吟声在大海之中疾驰而去，转眼就不见踪影。一批批龙族大军也气势汹汹地赶去了南海之地，不过速度并不算快。李长寿见状并没有半点放松，他此前安置在南海龙宫附近的指道人所感受到的高手威压，比他预料的还要多了2成。而且根据李长寿的推断，此时西方教和龙宫都已经陷入了各自的怪圈中，互相以为对方中了算计，互相藏着底牌，互相越陷越深。龙宫心想，西方的算计咱们早有应对，这波肯定赢，埋伏他们一波，反手就是一个万龙大阵。然后西方教就肯定在想，哎呀，今天龙族伤定了，天道都护不住他，我说的。李长寿对此也只能略微摇头了。就当前这般情形来看，我才有几分可能会是藏到最后的那一股势力。东海龙宫向南6万里，一处荒岛上，2道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藏在一处岩洞中，一个掐指推算，一个拿龟壳在行占卜之术。左侧掐指推算之人面貌堂堂，精神饱满，一双浓眉之下的双眼炯炯有神，蓄着胡须，满脸正气，正是截教外门大弟子赵公明赵大爷。另外一个呢，拿着龟壳不断地在那摇晃的老者，高高瘦瘦，面容清奇，双目修长，颧骨略高，自是与赵公明一同躲藏在此地，准备帮本家龙族一把的黄龙真人。黄龙真人拿着龟壳占卜了半天，结果却都是扑朔迷离，一会儿显示为凶兆，一会儿显示为吉兆，有时候还会吉凶参半，大凶之兆。总之一句话，龙族福祸难料。公明师弟怎么样了？正如海神老弟所言，南海那边打起来了。赵公明叹道，100万大军厮杀，无数海中生灵被波及啊，又是一场劫难呐。这劫真的来了。黄龙真人顿时一阵皱眉，眼底那一份侥幸也随之退去。黄龙师兄不必着急。赵公明笑道，有海神老弟在旁谋算，龙族绝对吃不了大亏的。只是毕竟是西方出手，龙族肯定是要有些死伤啊。若是能借此按海神老弟所说，促成龙族上天，为3界造福之大事，对龙族长远而言绝对是利大于弊。黄龙低声道，唉，谈何容易呀。哦，何出此言？龙族骨子里还在怀念远古时任由他们自由驰骋于天地间的逍遥自在。黄龙真人摇头苦笑，一次打击，哪怕伤筋动骨，也很难让他们低头。也不尽然。赵公明道，龙族这事儿，我跟海神老弟聊过几次。海神老弟已有80%的把握，虽然海神老弟觉得还不稳妥，但这件事儿咱们稍微帮忙用用力，总归还是能成的。但愿吧。黄龙真人将手中的龟壳收了起来，也掐指推算起来。渐渐的，这2位道门高手开始凝视向西南方向。他们虽然无法直接看到海底厮杀的大战，却可以感受到天地之间的血煞气息变化。刚一开始，双方已经是死伤惨重。黄龙真人缓缓呼了一口气，不管如何，今日尽力而为吧。赵公明点点头。现在咱们就等海神老弟的信号了，信号一到，立刻赶去东海龙宫支援。
黄龙真人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问道：对了，信号是什么？海神道友用玉符召了咱们来此，有没有留下其他联络之法？赵公明眨眨眼，这话他也想问呢。赵大爷跟黄龙真人怎么突然从藏身的地方悄悄地溜出来了呢？还好李长寿没有对赵公明与黄龙真人完全放心，虽然大半的心神都在关注南海的战事，但也分了一缕心神时刻关注着两位杀手剪辑高手的动向。赵公明与黄龙真人刚从那荒岛中的岩洞中钻出来，还未施展神通遁走，李长寿藏在海水中的一具指道人立刻窜了出来。那是一条普通的海鱼，在空中划过了一道抛物线，带出了几滴晶莹水珠。这鱼砰的一声炸开，化作了慈眉善目的老神仙模样，落在了两位道门高手身前。两位前辈怎么突然出来了？赵公明与黄龙真人对视一眼，后者刚要说话，前者已经是抚须咳了一声，笑道：里边有点闷啊，出来逛逛。不过海神老弟，你这藏身法倒是厉害，竟将我与黄龙师兄都骗了过去。明明是你们两个根本没有探查好吗？李长寿忙道：晚辈并非有意躲藏，这一具化身在数月之前就已经抵达此地，只是一直用化形术化作了一条游鱼，每日跟鱼群一起游动，或许这才无意间将两位前辈瞒过。前辈可是有什么急事，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状况？没事儿，就是出来透透气。你忙你的就是了。赵公明摆摆手，拉着黄龙真人就朝着岩洞中走，让李长寿也是颇为费解。三教高手的迷惑行为，加1。